嘴角泛起的涟漪，像飞舞的花瓣飘落进心底，编织着年少如梦的羽翼，带我穿越长夜的穷极，守望下一秒的黎明，手紧摇曳在月光里风华的脚印，是我奋不顾身为你漫长的旅行。你是那颗耀眼的星星，是那颗耀眼的星星，是你眼神一路光景，一路光景，生命绚烂如初心，少年归来如昨日晴空不万里，茫茫中有情，慢慢与你同行，茫茫中有情，慢慢与你同行。有劳周大人为我等安排食宿了。啊，诸位都是远道而来，本就是来帮本官解决这修桥难题，自当由县府安排。周大人，那我可公事公讲了，此事本就是徐家寨的不对，理应由他们来出这一半的银子才对啊。周大人难道私底下没跟徐家主聊过吗？本官自然知晓谁对谁错，只是啊，我去那徐家寨不下10次，就是说不通啊。可你是县令，他一个寨主，为何敢不听你的呀？姑娘，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虽是县令，也是一方的父母官呐，我总不能带着衙役前去强迫百姓们出钱吧？如此一来，那我不就成强盗了吗？为难周大人了。周某为官10余载，像这样为难的事啊，却也是第一次遇到。这样吧，我看周大人今日啊，也是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。我等既然从临安来到这里啊，那便是一定要做好此事。此事交由我们来做，我们如若想出办法，第一时间便会知会于周大人。周大人若觉得尚可，那我们便再去与两寨商议。刘掌柜，你说我跟我来。大姐定是以为罗掌柜是来要钱的，我们就是来要钱的。走，跟着去看看吧。这里，无论是与下游桥的距离，还是河面的宽度，都是最为合适的。你看，那个是什么？好像有人在这里设立过回沙闸。过来。来，好像有人将其从水中拔出来。奇怪，何人会做此事呢？这不拔出来，难道眼睁睁的看着鱼死掉吗？兄台，你这是何意？这回沙闸什么狗屁回沙闸呀！咱们张家寨的人那是见一次拔一次。哼，对了，你们不会也要搞这种祸害人的东西吧？我们罢了，兄台，我们想找张寨主了解一下情况。敢问可否为我们指条路？我们要找他。今天这个味道不错。你们起来。鸿门宴呢？王生兄弟啊，一会儿定要护大家周全呢。韩姑娘，动起手来，你去先跑。我定然不拖累你们。来，坐。好，来。我知道你们来干嘛的，只是想见我们徐家寨当家的，没那么容易。先和兄弟们喝完了再说。来，干！
陈瑶，你切莫逞强。我若不行了，罗掌柜再带我喝吧。这鱼再运不出去，可都臭在塘里了。你可得想个办法呀！对啊，想个办法呀！鱼都快臭了。行了，新来的工匠队不是说了吗？3天肯定给出解决方案。我才信不着什么工匠队，上个工匠队搞死了多少鱼，你心里不是不清楚？你们自己去找债主吧，我回家陪婆娘去了。啊！哎，看来了吗？快走，张债主。哎，2位。张债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别提了。哎，快说说，这桥怎么修啊？这桥自然是要修的，但我们今天找张债主，就是想问一下，可以在村外的河段修一道回沙闸吗？什么？还要造回沙闸？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！不同意！这回沙闸是万万见不得。5年前大桥建成时，也曾修过那东西，可淤沙实在太厚，取来的水根本养不了鱼。整整1年，我们张家寨靠借银子度日，损失惨重啊！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把原本的回沙闸给拆掉了？那哪是什么回沙闸呀，那就是杀人闸，就是不让我们张家寨的人活呀！可是就因你们把这个回沙闸拆掉了，那木桥才会塌，不是吗？别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，实话实说，修桥出银子，我们出，但徐家寨必须出1半，不然趁早离开。走吧，好，赶紧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。走吧。来，兄弟们，喝喝！马上喝！干了！我干了！来，马上！不见了，来！好了，别喝了。罗掌柜，酒量不错呀。这嫂夫人的酒量也当仁不让啊。这你都能看得出来？不说别的，这寨子现在除了徐寨主之外，还是只有我最了解嫂夫人了。罗掌柜啊，今天就这样吧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尽管开口。完了，我真的记不得路了。李清风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们真的迷路了。你不是说带我找路吗？你带我来这儿，准备要做什么？你还挖苦我？哼！看来我们孤男寡女要在这深山老林里面过一夜了。我才不要呢！这里黑不隆咚的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找光。罗掌柜，你们这是？把他扶一下。哦，慢点。赶紧回去好好休息啊！走吧，娘娘姐姐。你也不是对手，喝不过我，他也就这样了。你们快回去休息吧，啊，回去吧。娘娘姐姐睡觉了，来慢一点。罗掌柜，要不我也扶你回去吧？慢点。不用了。陈督亮呢？小姐，我们一起去了上游，然后遇到一个渔民，说要带他们去张家寨，然后他们就让我自己回来了。我真的不应该丢下小姐自己回来的。放心，我去找他们。好美啊！停在花落花开的故事里，等有心人来听。也曾经无踪无迹的夜空里，像梦中人来袭。后线路边
没事。你是不是冷到了？风吹过远行千里万里，写一生最浪漫的诗句。你是我唯遇到的风。这本并不冷了。这是什么鸟叫声？这应该是济南独有的鸟吧。果然，二位督辽将，我们回关驿吧。我们职工长真是神通广大。对了，你们今天去徐家寨情况如何了？说来话长。那我们先回去吧。清风，来，我已经叫小洛和王生去给你抓药了，一包呢给他们解酒，一包给你驱寒。来，这是给你的姜汤，把它喝了。对了，之前小洛整理的资料在哪里？我想看看。你都把药喝了，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。可我还是想早点找出解决的办法。哎，臭木头，你怎么和以前一样，还是不听我的话？好，我听你的话，早点休息。好，那你赶紧休息，我就先回房了。我的光可以给我暖暖身子吗？鱼塘换水靠的就是那条河，而设立回沙闸最佳的那段就在张家寨的鱼塘附近。如果设立了回沙闸，河水必定有大量泥沙堆积，这样一来，张家寨的鱼塘可就要遭殃了。原来如此，那这次桥被冲毁，张家寨岂不是要负主要责任？哎，但是法理也不外乎人情啊，更何况鱼塘是张家寨的命脉，他们也是因为生活所迫，我们怎么能怪他们呢？那我们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把桥体修得足够坚固，这样即使没有回沙闸，桥体也能屹立不倒。但是如此一来，工程势必加大，资金也会越来越多。这就难办了，涉及到银子最是麻烦。这徐家寨还是不肯出银子？其实啊，这徐寨主也并非是蛮不讲理之人，主要是这几年他们粮食收成并不好。哎，修个桥怎么也要几千两银子，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来。我也从侧面打听了一下，他们能承受的上限最多是500两，所以他们才一口咬死，只出张家寨1半的银子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如此的话，徐家寨出500两，张家寨出1000两，一共便是1500两。小姐，这够吗？木桥够了，可是徐家寨出500两，那张家寨为何又肯出1000两呢？也是，我记得昨日徐寨主说，无论需要多少银子，他们只承担3×3，张家寨承担6×6，这似乎是个死结。清风，如果想修一个坚固的石桥，到底需要多少银子？至少5000两。这也差太多了，本衙内就是有心大发慈悲，也没那么多呀。原来这才是工部的难题啊！唉，依我看呢，咱回临安吧。啊？
小罗，资料可在你那儿？我交给小姐了。你有办法？暂时还没有。先回睡觉了。需要本座的开工时，小罗来叫我吧。那个，我也回去睡一会儿，回神儿。你们慢慢吃吧，啊。请进。李督料，你的药煎好了，尽快喝了吧，可以驱寒除湿的。好，你先放在这里吧。哎，放什么放呀？来，你先把药喝了，自己把它喝完。来，小罗，这天色已晚了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好。眼下这个情况啊，你看这些都没有用。其实每个公式都会有各自的问题，但是每到最后一刻，我们作为督料家，便不能停下自己的应尽之分。若是能找晶晶，哎呀，你还不舒服啊？公子想死啊！哎呦，这话你别当真。你找有事啊？哦，你的衣服脏了，昨夜王大哥帮你脱下来后就放在这儿，我现在拿去洗。哎，不要你做这种事儿，衣服脏了丢了便是，你别瞒我。好好的为什么要丢啊？你在公子这儿又不是丫鬟。哎，你给我放下。如此的话，这搭建方式费的石料不是很多吗？就算如此，我也担心桥体不够坚固。难不成我们真的要做赔本买卖？唉，5000两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营造也并非慈善。老罗倒也罢了，但是我担心因此而欠赵小姐太多。那若1000两银子，可有办法？我也在想，有没有办法可以节省成本。怎么了？这药好像跟蒙汗药似的。你本身就受了风寒，就应该好好休息。或许这就是蒙汗药，专门让你睡觉的。这天色已晚了，你应该回房间休息了。难不成还能凭空变出一堆石头来？也好。盯着我看干什么？或许我们真能变出一堆石料。哇！你不会真的烧晕了吧？你想想，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有什么？你是说？对，走。你看。
李清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就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我也不知道昨晚为何睡在他房中，但是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怎么出来的忘了？你说这个我能信吗？昨夜我喝了药便昏睡过去，没有了记忆，绝对不会如你所想。啥药还能让你把衣服脱了？你喝的是春药吧？你这是在污蔑朗月。感情本衙内睡个觉起来吃个包子就污蔑了师傅，你在他房中睡了一夜，反倒清清白白。你若不信，便去问他。没事，我便先回去了。我有事。李清风，从来到沐雨院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看不上你，可为了师傅我忍了。后来他瞎了眼，这话有些大逆不道，反正他喜欢上你，我心里疼啊，可为了师傅的幸福，我也忍了。如今，你竟然敢对师傅做出这种事，你真是活到头了！孟衙内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即便发生什么，我也一定会负责到底。负责？怎么负责？你负得起责吗你？在我心中早已决定娶朗月为妻，又有何负责不了？傻了吧唧！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？自求多福吧你！谁啊？师傅，是我。啊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师傅，李清风竟然敢对你……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他就是昨天晚上受了风寒，喝了药，在我这儿睡了罢了。我昨天晚上啊是在小洛房间睡的，今天早上才回来。你不信，可以去问小洛啊。啊？你呀，就是瞎操心。你是不是又误会李清风，跟他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啦？我好像没说什么，就两个男人聊聊天，没什么事。便是这般鲁莽，永远都改不掉。师傅，这真不是我鲁莽，我亲眼看见他从你房间里出来，他眼下不知道师傅的身份，我这也不是怕他掉脑袋吗？谁敢让他掉脑袋？师傅，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，还没做成驸马就非礼公主，这是小事吗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让他做驸马便好了。我又不傻，他能不能做驸马，并非师傅说了算。你此事不需要你关心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正好你来了，我有事儿要跟你谈谈。谈谈？谈什么？谈你和小洛。我和小洛？听说你昨天喝醉了，小洛在旁边照顾了你一天，是不是？但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哎呀，我相信你啦。我是觉得呀，小洛这丫头喜欢你。啊？哦，你莫非是看不起她只是我的一个丫鬟？怎么可能？小洛又可爱又乖，我娘能喜欢她，怎么会看不起啊？那既然这样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喜欢小洛吗？师傅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？我喜欢你，这么多年了。那你这段时间为什么都还没有做什么阻挠之事？我还以为啊，你已经意识到你心中之人不是我了呢。那可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知道他做不成驸马。唉，真实原因我来告诉你，你心中之人早就不是我了，而是小洛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被李清风传染了？怎么也开始说胡话了？你好好想想，你跟我在一起开心，还是跟小洛在一起开心？师傅的身份毕竟是……这跟身份没关系。你对我好呢，我自己是知道的，只是啊，我总是觉得你这只是心中的一个执念罢了。你我二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在你心中只是那个玩伴。你我相处期间的快乐，是不是回忆多过现实？我倒是会常常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在工部玩耍的日子。所以嘛，我在你心中啊，就只是小时候的那个玩伴。
而现在呢，你要找你一生相伴之人，那个人便是小洛。小洛，我一直当成妹妹的。你好好想想，在沐雨的这段时间以来，你跟谁相处才最开心、最放松、最无忧无虑？那自然是……不过徐寨主说了，他们最多能承受500两银子。本官曾私下问过不少的工匠队，没有6000两，恐怕完不成这公事啊。我们自然是明白的，所以今日前来就是想问问周大人，这县衙可有银子补这窟窿啊？本官为官清廉，我可没有。大人莫要着急，清风，你与周大人讲吧。周大人，昨日我与陈督僚共同商议出一个办法，只需1000两，我们这个办法或可一试。好，你快说来听听。这营造一事，2处最为损财，一为人工，2为材料，所以因此需要2寨派出劳动力，供我调遣。此外，这个材料的问题也可以解决。你放心，只要是修桥，我就有办法让他们出人。可这材料却该如何省啊？炸山取石，炸山取石行不通。为何？实不相瞒，咱们济南县啊，自古就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对这山神呐、河神那是极为的敬畏。阁下一来就要炸山，恐怕这桥没修成啊，咱这济南县都翻天了。不妥不妥。可这是唯一能省下银子的办法呀。诸位，还是不妥啊！明日才是最后期限，要不再想想，再想一想。大家都先吃饭吧。其实也不算什么，我们大不了就当济南县3日游。这济南县好山好水好风光呢，也定会有许多的美景美食。你们一个个别垂头丧气的，我们不如趁今日休息，便好好出去逛一逛。但明日我再与2寨寨主去商议，说不定没有县令说的那么排斥呢。这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这好办法总会有的。我觉得罗掌柜说的对。前日去徐家寨，他们也并非那般的无礼。你都喝成啥样了？便是无礼，你还能记得？某元旭，你还好意思说袅袅？小乐，还是谢谢你啊。好了，大家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说吧。对，来，大家先吃饭吧。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的吗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将此公事做了。看得出来，我也想。前段时间老爷忧心忡忡，直到济南才开心起来。他答应我，做完济南的公事之后，跟我回家。所以我想将此公事做得圆满一些。那他真实身份，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早晚都会知道的。也对。2个人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才最重要。我今天会带朗月去找一趟于师傅，问问他有没有节省成本的好办法。有可能夜里不回来，你无需担心。行，那你们去吧。只要赶在明日与2寨寨主见面之前，你们能回来就行。公子，这个是你教我的，谢谢公子。公子，你刚才许了什么愿望啊？
于师傅，哦，清风啊，丫头也来了。于师傅，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是啊是啊。哎，你们俩这次来是来给我送喜帖的吧？啊？于师傅啊，我这次是真的遇到难题了。你这个臭小子呀，我关心的不是你那个什么破难题，我关心的是你俩什么时候把喜帖给我送过来。在解决这个难题之后，你这个丫头鬼得很呐！你跟我绕圈子。行了，说吧，什么难题啊？我们要在济南县修一座桥。哎呦，这个烫手的山芋怎么落你手里了？于师傅知道此事？知道啊。行了，坐下慢慢说吧。嗯。怎么样，于师傅？此法可行？等等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我知道啊，你刚才说的炸山取石啊，已经是极其聪明、极其省钱的办法。但是你刚才说没法架设回沙闸，那这势必要把这个桥做得更大、更坚固才行。那就得需要更多的石料。有一点你们可能没有考虑到，炸山所得的石头啊，必须经过打磨才能用。那你要打磨的话，就必须要有石匠才能把这个工作给完成。济南县所有的石匠加起来也不够你们用的呀，到时候还得从临安调，这样一来成本又提高了。别说给你们1000两，再加1000两，还是没戏。不过呢，我这几年啊，走南闯北，倒是见过不少鬼斧神工的水利工程。让我想想看啊，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？那就多劳您费心了。浙江宁波有一个托山堰，它是唐代的一个县令建造的。不行，它是玉贤储旦引水灌溉的一个枢纽工程，跟你们这座桥相去甚远。还有呢？山西泾阳县有一条郑国渠，还是不行，它也是引水灌溉用的。还有广西的兴安县有一个秦藻渠，可有借鉴之处？还是不行。四川有个都江堰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儿的风景可秀丽了，那到处都是，哎呀，可好看了。于师傅，您就别再卖弄您游历四方的见识了，快来跟我们说说，还有什么借鉴之法？看你急的样子，别急啊，我再想想。有了！云南有条澜沧江，我呀曾经在那儿见过一个独特的渡江之法，我称它为索渡桥。何谓索渡桥？其实很简单，你们看啊，这是一条河啊，你们只需在河的两岸，也就是这里，埋上4个至少3丈高的巨型石碑，然后呢，用大量的石块将这些石碑的根部固定住，再然后呢，在2个石碑之间拉一条铁链啊，再在这个铁链上啊挂上铁环，这些铁环是固定船只用的。如此一来的话，不管水流有多湍急，人们都可以安全的过河了。嘿嘿。不过，如果雨太大，水位超过了平泽线的话，
就别贸然过河了。哎呀，可行，确实可行。这样一来，1000两便足矣。只要能解决问题啊，这个索渡桥便也是桥。这也是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了。如果不然，你们那1000两根本就不够修这座桥的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一句啊，锦南县与临安城是不一样的。锦南县的乡民心里啊，都有一个山神传说。你要炸山取石的话，做好心理准备，估计他们不同意。放心，我们这里啊有铁齿铜牙罗掌柜，到时候啊他定会说服这2家债主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可厉害了啊！你们这些年轻人个个都是人才啊！来，哎呀，我老头啊，今天就以茶代酒，祝你们成功！来，干！干！小子，你可知道锦南这座桥是多少年来的一个顽疾？没想到的是，最后还是靠你给解决掉了。有朝一日，你肯定会像前朝的刘同一般，在大萧的营造史上留名。留不留名，我不在乎，指望能留下几处建筑。好啊，你有这个心，便不枉为一个好的督料匠了。你爹在这方面的确不如你，不必提他。嗨，你多久没回去看他了？下次再回去，把丫头也带上。我下次会带朗月回去的。嘿，我说你们2人啊，情投意合的，也该考虑一下人生大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了，丫头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是临安人是吗？令尊是做什么的呀？于师傅，今天当真谢谢你。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我给你带一大壶梅花酒。天色已晚，我和朗月先回济南了。哎，天色已晚，你们2人啊就不要赶回去了。我这儿正好有间空房，我给你收拾一下，你们就在我这儿住下吧。于师傅，一间房啊？对呀。丫头啊，你想多了，我老头啊是不会出去乱说坏你清誉的。这里是荒山野岭，人迹罕至，你说你们2人又生心同邪，就不要太过于在乎这些礼法了啊。上次在济南，我睡在你房间1次，也不在乎多1次了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？或许吧。深埋空江，孔雀东南飞望，亭台藏思量。别再假装，醉梦欢畅。那时那人风光，是谁念念不忘？几笔清风也伴过涛，落款朗月一地凝霜。摘去风月儿自悄悄珍藏。一张为心之所向，为国之兴亡。莫惆怅，莫感伤，情丝之无常。风起时只愿为一人，褪下锋芒。千回百转，守护笑容，如月明朗。一张为心之所
想，为过去兴亡。莫惆怅，莫感伤，情丝居路长。风去时只愿为